得知总裁要抽干自己弟弟的血去救绿茶女主时，女孩立马赶到医院，一脚踹开了大门，看到弟弟已经失血过多，就要昏死过去了。医生们下意识向门口看了过来，看到女孩的瞬间，众医生心脏皆是骤然一缩，这冷厉气息比故事夜还要恐怖无数倍。很快，医院主任便回过了神，阴沉地说：“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给我滚出！”他话还没说完，直接被踹飞了出去。女孩一个转身来到小护士的身边，护士下意识握紧了手中已经快吸满鲜血的针管，女孩握住了她的手腕，然后轻轻一折，顿时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采血室。女孩第一时间握住了针管，然后小心地将针拔了出来，随后将血液放到一旁处理血液的仪器内。处理好后，女孩将替换的血袋轻轻刺入弟弟的血管，随着血液回到身体，弟弟模糊的视线渐渐恢复清晰。当看清眼前的人影时，他努力睁大了仍然有些睁不开的眼睛。本就软萌的声音比平时更加温暖：“是姐姐吗？”他看过姐姐的照片，眼前的姐姐跟照片上有些不一样，但他能感觉到这就是奶奶口中那个已经去世的姐姐。女孩推针管的手控制不住地顿了一下，随即微笑着嗯了一声。门口跟过来的3位是她多年的亲信，见到眼前这一幕，皆是面面相觑。虽然他们老大平时都是笑脸迎人，但他们知道这都是骗人的假象，他们做梦都没想到有朝一日，这种温暖的笑意能出现在老大的脸上。而就在3人之愣神之时，数十个身材壮硕的黑衣保镖忽然围住了采血室大门，接着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气息的顾时夜从众保镖身后走了出来。他看到采血室里男孩的血正在重新输回身体，脸色阴沉的仿佛要杀人。好，很好，看来是他最近太低调，已经让一些人忘了得罪他的下场。他微微偏头看向一旁的保镖队长，冷声吩咐：“带下去处理掉。”保镖队长连忙恭敬点头：“是，总裁。”说完他大手一挥：“都给我拿下！”然而半分钟后，包括队长在内的所有保镖全部倒在了地上，口中都是控制不住的发出了阵阵哀嚎。顾时夜看着将自己围在中间的3人，一向古井无波的眸中闪过了一丝惊讶。他倒是没想到这3个看着极为普通的战员这么能打，不过也只是让他有些惊讶罢了。他淡淡看着3人，平静的话音仿佛是对3人的恩赐：“每人年薪1000万，做我保镖，否则死。”3人闻言皆是一愣，正在专心给弟弟输血的女孩也是忍不住抬起头，看向顾时夜的目光像是在看一个傻子。蠢货！3人之中24、25岁，长得极为漂亮的女子闻言，忍不住冷笑了一声：“做保镖也就算了，一年只给1000万，你侮辱谁呢？”这美丽女子是女孩最亲近的3个下属之一，同时也是地宫3皇中的沙皇，名叫地沙。顾时夜听到地沙的话，眸中闪过了一抹阴翳的暗芒。既然如此，那你的结果就只有死了。话音落下的瞬间，他身形一动，忽然对地沙出手。然而出手的瞬间，他右手手臂忽然传来了一股剧痛。他下意识看向自己胳膊，只见高级定制的西装袖子上已经被割开了一道极长的口子，而他的手臂上竟然顷刻间出现了一条近乎贯穿整个手臂的伤口。深可见骨的伤口中溢出的鲜血，几乎瞬间浸透了胳膊上的西装布料。钻心的疼痛之下，顾时夜的额头眨眼沁出了一层冷汗。不过他也的确算个人物，就是这种剧痛之下，他的脸色依旧极其冷静。地沙把玩着手中不过1指长的精致小刀，玩味的看着顾时夜：“我都说了，1000万请不起我，就你这点3脚猫的功夫，还想跟我动手？你是什么人？”顾时夜忍着手臂上的疼痛，冷声问道。他从小就在一位饮食高人的指导下练武，武力值足以在云城排进前10。毫不夸张地说，就算云城排行第1的战者，也绝不可能这么轻易伤了他。但是眼前这位，他在对方面前没有丝毫还手之力，甚至刚刚的某一瞬间，他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威胁。地沙冷笑一声：“凭你的身份，还没资格知道我是谁。”说完，他手指一动，一根绳子直接绑在了顾时夜手腕之上。“老大，怎么处置？”正盯着血袋的女孩微微抬头，她不是要救她未婚妻吗？先把她未婚妻找过来。好的，老大。半分钟后，脸色苍白的林默默被地沙拎进了采血室，而后被地沙毫不客气地丢在了地上。林默默顾不得身体跌在地上的疼痛，立刻扑到了顾时夜身旁。他们是什么人？我好怕。看到林默默如受惊的小兔子般惊慌的模样，顾时夜只觉自己心脏被一只大手缓缓攥紧了。他想安抚林默默，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一刻，从未有过的无力感席卷上了他的心头。此时，女孩再次抬头，她盯着林默默看了2秒，而后轻笑了一声：“还以为你这位云城大总裁的未婚妻是个什么样的绝色妙人儿，没想到是这种满大街都是的便宜货色。”顾时夜本就阴沉的脸上出现了一股风雨欲来的肃杀之气，他死死攥着拳头，并不尖锐的指甲激进陷入他的掌心。从没有人敢这么说他的女人，他怎么敢？时夜，我不是他说的那种女人，他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林默默轻颤着苍白的嘴唇，双手紧紧抱住了顾时夜的腿，仿佛受到了巨大的侮辱。因为他的位置在顾时夜没受伤的胳膊一侧，他并没有看到顾时夜受伤了。此时的情况，在他看来不过是女孩跟顾时夜有点生意上的关系。林默默仗着手中一点资本就敢肆无忌惮的乱说，以前也有敢说他坏话的。他不经意间透露给顾时夜后，那些人就消失了。眼前这女人竟敢当着顾时夜的面骂他，他已经能想象到女孩被弄死时的凄惨模样。顾时夜看着自己腿边楚楚可怜的未婚妻，极力忍着想要杀人的冲动，他眼睛死死盯着女孩，口中传出的声音危险到了极致：“女人，你在挑战我的底线。”林默默看向女孩的眼中，陡然闪过了一丝奸计得逞的怨毒之色。这女人完了，彻底完了。然而，地沙和身旁2人看着女孩的表情，带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怀疑。不是说这男人是云城第1财团顾氏集团的总裁吗？总裁怕不是个傻子吧？挑战你的底线，只要我们老大一声令下，你整个集团都能在1天之内人间蒸发。别说挑战你的底线，就算把你底线放在地上碾碎，那也是你的荣幸。女孩将刚刚处理好的第1管血换入新的血袋，然后将之替换掉已经空了的第1个血袋，这才抬头看向顾时夜，缓缓勾起唇角：“底线吗？巧了，他这人最喜欢的就是看看别人的底线有多低。”说完，女孩示意性的对地沙扬了扬下巴。地沙听到他的命令，直接抬脚对着顾时夜膝弯处轻轻一踹。顾时夜膝盖一软，直挺挺的跪在了女孩面前。剧烈的疼痛从顾时夜膝盖处传出，但此刻的只感觉到一股潮水般的耻辱席卷
卷上心头。他一双狭长的眸子死死盯着女孩，那目光宛如一把锋利的刀子，要将女孩割成碎片。他顾时业发誓，如果不让眼前的贱人生不如死，此生不为人。与此同时，原本抱着顾时业双腿的林默默直接傻眼了。他看到了什么？霸道独裁、唯我独尊的顾时业，竟给一个比他还小很多的女生跪下了？怎么可能？强大如顾时业，怎么可能会给人跪下？女孩像是没看到顾时业恨不得立刻杀了自己的目光，直接抬手将一个大号空血袋甩到了顾时业面前，对地莎吩咐道：“他未婚妻不是着急用血吗？救人要紧，把他的血给他未婚妻输进去。”好的，老大。地莎回应一声后，立刻拿起地上的空血袋，拔下了针头的塑料袋，而他身旁的一人对着顾时业的后背就是一脚。顾时业口中传出了一道闷哼，一张冷峻的脸直接跟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顾时业趴在地上后，两人直接按住了他的胳膊，让他不能动弹丝毫。地莎娴熟地将针头扎进顾时业的血管，顿时潺潺的鲜红血液快速涌入了血袋之内。你们在做什么？不要！林默默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拼命地想要阻拦三人抽血的动作。地莎抬手对着林默默轻轻一扫，林默默的身体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忽然被掀出3、4米远，在地上滚了2圈后才停了下来。此刻连紧贴地面的顾时业听到动静，心脏猛地一缩，他有些僵硬的偏头看向林默默所在的位置。当看到林默默磕破的额角，他当即用尽全力挣扎了起来，然而他的胳膊就像被2把铁钳夹住了一般，完全无法动弹。林默默愣愣地看着此时以极其屈辱的姿势被迫抽血的顾时业，控制不住的轻轻摇起了头。怎么可能？一向运筹帷幄，能够掌控所有人生死的顾时业，怎么可能这么狼狈？这不是真的，这些都不是真的。在林默默的世界观被眼前的现实轰击的渐渐崩塌时，顾时业手边那血袋内的鲜血越来越多，一个血袋很快蓄满。地莎将针头拔了出来，他并未给血液和针头做任何处理，直接朝着不远处的林默默走去。顾时业看到地莎的动作，终于彻底慌了。你敢？地莎闻言不由勾了勾唇角，敢？这世上除了关于我老大的事情，有什么是我不敢做的？林默默惊恐地看着地莎与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一刻他仿佛看到死神在走近自己，他极度恐惧地往后挪动了身体。不，我和他血型不匹配，会死人的，你们这么做会死人的。地莎走到他面前蹲了下来，一只骨节分明的手不由分说地控制住了林默默的2只手臂。不要！林默默拼命摇着头，用尽全身力气想要挣脱地莎的控制，然而他动不了，他一点都动不了。住手！你们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放了他！顾时业眼看着那针头距离林默默越来越近，终于选择妥协。然而地莎仿佛没听到他的话般，动作没有分毫停顿。住手！我让你住手！他今天若出什么意外，整个顾氏集团会跟你们不死不休，你们的家人、同学、朋友，只要跟你们有一点关系的人都得死。女孩看着疯了一般的顾时业，淡淡一笑道：“既然你都这么说了，看来今天不能让你活着离开这里了。”顾时业听着他平静却没有半点玩笑意思的语气，心脏骤然一缩。不过下一刻，他忽然笑了，似乎在笑女孩的天真。杀了我，如果我死了，那后果不是你能承受得起的。闻言，女孩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几分。是吗？女孩还真想知道什么人是她不能杀的。说完，她将另一个最大号的血袋拿了出来，甩到了顾时业身前，然后看向控制着顾时业的2人，去抽，直到他的血被抽干为止。其中一人恭敬地应了声是，迅速地拿起血袋，打开针头盖后，针头再次扎入了顾时业的血管。与此同时，地莎手中的针头扎入林默默的血管，他已经恐惧到了极点，他几乎本能地喊道：“救我！停！救我！我不想死，我还不想死啊！”此时的他在死亡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你们是什么人？就在这时，一个35、6岁、长相极为英俊的大叔快步出现在了采血室门口，跟在他身后的是数十名顾氏集团的保镖。英俊大叔看着顾时业和林默默狼狈的模样，冷酷脸上布满了肃杀之意。顷刻间，一股比顾时业周身还要霸道的气息从他周身蔓延而来。顾时业闻言，当即努力转动脑袋看向门口，看到来人时，他一向没什么情绪的眼中忽然闪过了一抹喜色。小叔，没错，这英俊大叔正是顾氏集团的家主，同时也是云城灰色地带的掌权人顾北城。他和顾时业是一个家族的，一个掌控着云城明面上的第一财团，一个掌控着云城的灰色势力。墙边林默默看到来人，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疯狂地尖叫道：“小叔救我！他们给我输时业的血，我们血型不匹配，这样下去我会死的。”顾北城冷冷看了林默默一眼，对女孩冷声命令道：“把人给我放了！”他一眼就看出坐在椅子上的女孩是几人的核心。女孩淡淡地看着顾北城，不紧不慢地问道：“如果我说不呢？”顾北城脸色陡然一寒，忽然大步朝着女孩走了过去。随着他与她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周身冷酷的气息越发浓郁。如果女孩只是个普通人，恐怕在这股气势的逼迫下，已经想跪伏在他脚边了。然而，女孩只是平淡地看着他的动作。当看到对方快走到距离自己3米时，女孩忽然手指轻弹，一枚银针陡然飞射而出。顾北城下意识想躲，然而在他心中生出这个念头时，银针已经扎在他胸口的穴位上，他的身体忽然失去了力气。如果不是他意志坚定，此时已经倒在了地上。女孩一脸淡然地看着他：“我只要顾时业和林默默的命，现在滚出去，我可以不跟你计较。如果吓到我弟弟，我要你和整个顾家陪葬。”听着女孩那清淡却比他更为霸道的声音，顾北城的眸中陡然闪过一抹杀意：“小叔，救我！”林默默的声音已经颤抖得极为厉害，血袋里近一半的血都输进了他的身体，他已经感觉到了很明显的头痛和胸闷，现在他感觉自己随时会死。顾北城深深地看了女孩一会儿，然后他扫了林默默一眼，视线最终落在顾时业身上。此时顾时业脸色已经极为苍白，这是失血过多的表现。看着地上倒下的顾时业保镖们，顾北城明白自己带来
来的人不会是他们的对手。内心挣扎的片刻后，他终于深吸了口气，努力让自己放低了几分姿态。放了他们，你想要什么可以谈。如果你一进门就是这态度，我还真没准心软放了他们。但现在晚了，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顾北城彻底怒了。女孩看着他，嘴角的笑意忽然淡了几分。下一刻，女孩右手再次一甩，痴痴2根银针刺破空气，直接扎进了顾北城的双膝。砰！顾北城双膝一软，直挺挺地对着他跪了下去。家主顾北城身后的10数名保镖连忙一拥而上。女孩淡淡扫了众人一眼，右手轻抖，吃数十根银针几乎同时飞出，精准地刺入了每个人的身体。眨眼间，数十名保镖齐齐倒在了地上。顾北城和地上的顾时业见状，眼睛皆是睁大了几分。女孩的实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畴。墙边林默默见状，瞳孔倏地缩成针孔大小。怎么可能？这女孩怎么可能这么厉害？要知道顾北城可是比顾时业还要强大的人啊！在他的认知中，没有人比顾北城更厉害。但是现在他看到了什么？不只是顾时业被迫跪在一个小女孩面前，现在连顾北城都跪下了。很快，林默默眼中震惊渐渐褪去，浓浓的绝望一点一点蒙上他的眸子，而在那绝望之中，还衍生出了深深的不甘。他才24岁，大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不想死，他还不想死啊！怎么办？他现在该怎么办？忽然，他像是想到什么一般，猛地看向女孩。此时，林默默像是想到什么一般，猛地看向女孩。接着，他极力扭动身子，将自己的姿势调整成面对女孩的跪姿，同时，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对女孩喊道：“放过我，求求你放过我！不是我要抽你弟弟的血，是顾时业，是他命人这么做。我劝过他很多次的，但他不听，非说输了血会让我身体恢复得更快。这事情跟我没关系，真的跟我没关系，是顾时业的错，都是顾时业的错。”趴在地上的顾时业身子骤然一僵，下一刻，他难以置信地看向林默默，他甚至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那么单纯乖巧的未婚妻，怎么可能会说出这种话？女孩看到林默默拼命求饶的模样，有些好笑地看向了顾时业。顾时业，听到了吗？现在你还觉得我说他窝囊货色有什么不对吗？顾时业沉默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一直细心呵护着未婚妻，未婚妻却把他推出来。然而顾时业没说话，林默默却是疯了一般，点头道：“没错，我是窝囊货，我就是你口中的窝囊货，放过我，求你放过我！你都这么说了，那我……”林默默闻言，心下当即生出了浓浓的狂喜，同时他眼中划过了一丝微不可察的怨恨。只要他今天活下来，日后必定要将眼前的贱人弄得生不如死，让他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然而女孩说到一半，却是话音一转：“那我自然更加不能放过你了。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窝囊货色，死一个少一个。”林默默的脸顿时一僵，他被耍了。不过饶是意识到女孩在逗弄老鼠般逗弄他还是没死心，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对女孩劝告：“杀人是犯法的，如果我死了，按照法律你要给我偿命啊！”女孩闻言好笑的摇了摇头：“顾时业都敢明目张胆的抽光我弟弟的血，法律这东西，别说我，你问问你自己在意吗？”就在女孩话音落下的瞬间，一道冰冷的声音突然从门外传了进来：“连法律都不在意，真是好大的口气！”声音响起时，一个40多岁、身穿督察所制服的男人带着数名督察人员快步走进了采血室。张所长看着倒在地上的众保镖，明显愣了一下。看到来人，林默默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疯狂嘶吼道：“张所长，张所长，他要杀了我！你快把他抓起来枪毙，把他枪毙！”不知是不是因为林默默的话，张所长进门后忽然掏出了腰间的武器，黑洞洞的枪口直接对准了女孩的脑袋。地杀3人看到所长的动作，脸色骤然一寒。顾北城声音冰冷道：“杀了他，剩下的事情我会处理。”而面对随时可能开火的枪，女孩脸上淡笑依旧。张林，5年前我离开云城监牢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小的看守员，这人升迁快了，就是贵人多忘事。张所长闻言猛地一愣，下一刻他像是忽然想到什么，陡然睁大了眼睛，接着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放下了武器，整个身体竟是不知因为激动还是恐惧轻微颤抖了起来。您从那地方出来了？女孩并未回答他的话，而是大声问道：“今天是我跟沈家的事，你确定要管？”张所长脸色一僵，他缓缓转头看向身旁的顾北城，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顾家主，今天的事我管不了，不过我奉劝你一句，能和解尽量和解吧。”当年云城监牢中的一幕幕，他现在想起来还感觉一阵毛骨悚然。而这位始作俑者，当年才只有14岁啊，之后又被送进了那九死一生的地狱。他听说被送到那地方的人，只要不死，出来后必定是震慑一方的大人物。联想到女孩当年那可怕的实力，他已经不敢想，这位如今已经到了多么恐怖的程度。顾北城的剑眉缓缓蹙了起来，他已经跟张所长合作多年，张所长几乎知道他全部的底牌和手段，但饶是如此，张所长还是劝他和解。这女孩到底是什么人？讲到这里，顾北城看向女孩的目光露出了空前的郑重，他轻叹了口气，最终将语气放到了最软：“放了时业和默默，我顾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任何代价。”女孩轻笑了一声，丝毫不屑：“我想灭了你整个家族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今天他们俩必须死。”顾时业直直地盯着女孩眼睛看了片刻，然后缓缓转头看向张所长：“杀了他，我给你顾家1半的财富。”张所长脸上露出了浓浓的苦笑：“顾家主，你顾家1半的财富确实诱人，但有钱也要有命享受才行。”顾北城沉默了，而后他认真地看向女孩：“我不知道张所长为什么这么怕，但你身份背景再强，能强过战部吗？”顾时业的母亲是战部一星高级统领，为夏国披荆斩棘，立战功无数。今天若是顾时业出了什么事，就算你有再大的背景，也绝不能独善其身。顾时业到底没对你弟弟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我让顾时业跟你道歉，顾家也会做出一定的赔偿，如何？听到顾北城的话，女孩磨了磨牙，她倒不是怕了顾家这位一星高级统领，而是她明白，能达到这级别的人物，几乎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无数暗伤。毫不夸张地说，
说，他们为夏国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略微犹豫后，女孩看向了因为失血过多，此时目光已经有些涣散的顾时业，随即她示意控制着顾时业的两人先停一下。两人微微点头，然后将顾时业胳膊上的针头拔了下来。顾北城见状，不由得暗暗松了口气，还好，这疯人也不是什么都不怕，不然就算顾丰年在战部头衔再高，也救不了顾时业的命。然而没等他一口气彻底松下来，女孩口中传出的话让他心脏再次一紧。看在他母亲的面子上，我可以饶他一命，但刚刚他威胁我，甚至想杀了所有跟我亲近的人，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断他2条腿吧。控制着顾时业的两人二话不说，一人一拳砸向了顾时业的双腿，咔嚓咔嚓，2道腿骨碎裂的声音在寂静的采血室内显得尤为突兀。在剧烈的疼痛之下，目光涣散的顾时业瞬间清醒了过来。与此同时，顾北城拳头陡然攥起来，他以为女孩知道顾时业母亲的身份后已经选择收手，他以为接下来女孩不会再对付顾时业，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女孩会二话不说，直接让人废了他2条腿。此时林默默已经奄奄一息，但口中依旧在低声轻叹着。然而这最后一句求救之语落下，他的手忽然垂了下去，这个将顾时业迷得神魂颠倒的女人就此香消玉殒。好了，我弟弟需要休息，今天就到这里吧。哦，对了，我可以不追究，但你们对我弟弟的伤害不能就这么算了。3天内我要顾家给我个说法，否则我不介意亲自上门拜访一下。送客。随着女孩话音落下，顾时业身旁的两人忽然起身，直接将疼得满头冷汗的顾时业拎了出去。张所长看了看眼神仿佛要将女孩碎尸万段的顾北城，犹豫了一下，还是小心翼翼地搀扶起她走向了采血室外。离开采血室时，顾北城冷得仿佛北极冰霜一般的眸子凝视着，开口道：“想要说法可以，明天下午5点来青云峰脚下，我不只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说法，还会送你一份大礼。”女孩挑了挑眉，好，不过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的大礼让我失望，别说顾家有个1星高级统领，就是有个大首领，我也会让你们明白伤害我弟弟的后果。顾北城闻言，在看向女孩的目光中，宛如在看一个死人。明天他会让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明白，战部1星高级统领是个什么样的人。老大，这些医生护士怎么处理？顾北城离开后，蒂莎看了一眼地上已经从剧痛中缓过来的医生护士，面色恭敬地对女孩问道。女孩在众人身上扫了一眼，淡淡道：“杀了。”地上众医生护士们被女孩一句话吓得心脏差点停跳。从一旁放着的林默默尸体来看，他们毫不怀疑女孩这话的真实性。蒂莎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劝言道：“老大，如果在域外杀了也就杀了，在夏国忽然杀这么多人，恐怕会有些麻烦。”女孩再次看向了众医生护士，就在众人被她看得心里发毛时，女孩抱着血已经全部被输回身体的弟弟，一边走向门口，一边吩咐道：“断了手脚丢出去，就不信你们还敢过来。”女孩离开时，身后响起了一道道凄厉的惨叫声，而就在她走到隔壁房间，将弟弟轻轻放在了床上时，之前帮她查定位的那个戴着蓝色耳钻的战士快步走到她面前：“老大，查到了，您一直在寻找的那件宝贝的具体位置。”听到这话，女孩一向波澜不惊的面容也不由有些动容。在哪？这次从战况紧急的域外战场赶回来，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去参加最高会议室举行的会议，也不是找自己的好奶奶算账，而是查到了那件足以让她在域外战场横扫一切的东西，就在夏国之内。只要她得到了那东西，现在被数个国家在域外战场联手欺压的夏国，将直接扭转被动挨打的局势。届时她会带领100万将士直逼那几个国家的老巢，她会让那些瞧不起夏国的域外国家看看谁才是这世界的主宰。女孩突然笑了，还真是巧啊！本来即便没查到那东西在穆家，她也会去一趟。毕竟若不是穆老太太5年前为了讨好江家那位中级统领，强迫这身体原主嫁给江家那60多岁的老色胚，原主也不会失手杀了对方，而女孩也不会在老太太一巴掌抽死原主后重生在这具身体里。想到这里，女孩低头看了看床上仍在睡梦中紧蹙眉心的弟弟夏海，5年前亲手杀了自己亲孙女，今天又要抽干孙子的血卖给顾家，好一个穆家老太太。大小姐，哦不，夏统领，您弟弟没事吧？这时28岁即成为1星高级统领，堪称战部传奇的蒋云婷终于赶了过来。然而此刻，这位战部传奇看向女孩的脸上满是忐忑与恭敬。要知道，眼前这位14岁入夏国战部，15岁带领亲手提拔起来的9位战士，在域外成立如今已成为世界顶尖势力之一的地宫，现在的他更是一位站在战部顶端的3星高级统领，无限接近那个位置的存在。而他3年前正是女孩创建的地宫中的一员，3年前因地宫需求进入夏国战部，成为战部高级统领。女孩没回话，而是大声吩咐道：“走吧，跟我去一趟穆家。”蒋云婷听到女孩的话，连忙点头，立刻吩咐跟来的手下去给穆家传话，让人通知穆家，今晚老太太的寿宴我会过去。2分钟后，穆家宴会厅，老太太，好消息，好消息！坐在厅内主位的穆老太太看着匆匆跑来的中年男人，皱眉训斥道：“不就是顾家给的100万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而且那100万可是我拿自己亲孙女的命换的，可没你的份。”跑来的中年男人也是如今的穆家家主，喘着气摇了摇头：“不是什么100万，是战部有大人物要过来参加您的寿宴。”老太太转动佛珠的手，忽然一顿：“战部的大人物？是啊，传消息的人是1星高级统领蒋云婷的亲戚塔达乌家族。”话音落下时，老太太手中的佛珠忽然掉在了地上，然而她全然没在意这款平日视若珍宝的佛珠，猛地站起了身子，声音中透露了一股难以掩饰的欣喜和激动：“此话当真？那位蒋云婷统领的亲戚我认识，假不了。”老太太听到这话，呼吸顿时急促了起来。蒋云婷可能要莅临穆家，而且很可能是来给她贺寿的。如果蒋云婷真的来了，她穆家晋升云城1线家族的时机就在今晚。想到自己努力多年都未曾达成，已经要放弃了的愿望，马上要实现了，老太太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快把今晚的寿宴改成最高规格的宴席，把我房间里珍藏起来还没用过的象牙椅搬过来。对了，穆家所有姿色不错的女眷，无论结婚的还是没结婚的，都给我拉去好好打扮，今晚必须全部来参加宴会。谁要是能把蒋统领留下过一夜，我给他穆家1成的家产。穆家主连忙点头：“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办。”老太太看到穆家主匆匆离去的背影，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
能平复。天佑穆家，天佑我穆家呀！半晌后，穆家主的身影再次出现。母亲，您吩咐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但大嫂不在族内。老太太用力一拍扶手，我之前不是让她不要离开穆家半步吗？那贱人真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吗？听说今天是大嫂那个儿子出狱的日子，大嫂天还没亮就去云城监牢大门口等着了，把那贱人给我抓回来，另外派人去牢门口守着，看到那死小子直接抓回来，我要亲手处理掉那个祸害。穆家主连忙点头，我现在就让人过去。走吧，跟我去门口迎接蒋统领。吩咐下去，今日穆家所有人都给我拼命巴结，谁敢让蒋统领不高兴啊？我要了他的命！此时，穆家所有人齐聚大门口，翘首以盼蒋云婷的到来。妈，您说蒋统领真的会来吗？门前，一袭盛装打扮的穆家主女儿穆双看向身旁妆容精致的夫人问道：“那还能有错？蒋统领那位亲信过来通知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回话的。这位正是穆家主的老婆，也是女孩的二婶。”唐若兰说着，看向长相只能算中上的女儿穆双：“你要知道，很多东西比长相更重要。妈平时教你的那些东西，这次派上用场了。”一旁穆家主听到唐若兰的话，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双儿，你妈说的对，你等会在蒋统领面前好好表现。如果能嫁给他，蒋家那几个瞧不起你的姐妹给你提鞋都不配。”穆双认真地点了点头，不过随即她有些不放心地问道：“那蒋统领多大年纪了？是个丑八怪吧？”妈早找人打听过了，蒋统领1月前刚满28岁，进入战部之前一直是校草级人物，你见了肯定满意。听到唐若兰这话，穆双这才放下心来，同时她看向道路尽头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透出了些许憧憬。片刻之后，一辆干部专用越野车停在了穆家大门前，穆家众人看着那停下的车面上都是难掩激动。这位蒋统领可是跟平日电视上那些人同级别的人物，但这样的存在今天却亲自前来给他们家老太太贺寿，他们穆家飞黄腾达的希望就在眼前。接着，在所有人紧张期待的目光之下，车门缓缓打开。然而，当穆家众人看到从车内走下的人时，都是猛地愣在了原地。死丫头，怎么是你？一瞬间，穆老太太尖利的声音陡然响起。虽然女孩的五官长开了不少，但老太太无比肯定，眼前的女孩正是5年前让她穆家被江家恨上，并终止了所有合作的小书生。穆家其他人闻言皆是皱起了眉，在看向女孩的目光中露出了浓浓的厌恶。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原来是5年前那个丧门星，他怎么会从战部的车上下来？听说他今天刑满释放，估计他在牢里表现不错，而现在的监牢又比较人性化，就让人把他送回来了。这种人怎么还有脸回穆家？女孩的目光在穆家众人身上缓缓扫过，最终视线落在了老太太那张刻薄依旧的脸上，嘴角勾起了一抹毫无温度的笑容。我回来了，不欢迎吗？穆老太太看着女孩的笑容，心中忽然生出了一股心悸。不过没等老太太说什么，二婶唐若兰忽然站了出来，她看向女孩的目光像是在看什么脏东西一般。欢迎你，知不知道你当年把穆家害得有多惨？如果不是你杀害了江老头，穆家早就成为云城1线家族。她身旁的穆双连忙点头附和道：“穆熙，奶奶当年能让你嫁过去，那是看得起你。当初你老老实实的给江老头当老婆，现在早就吃香的喝辣的，何至于变成一个最低贱的劳改犯？如果我是你，早就因为无颜面对生你养你的家族，在牢里就自杀了。但凡有点自尊，都不会苟活下来，更不会在离开监牢后立刻回到穆家，跟条狗一样祈求家族收留你。”说着，穆双上前几步，走到女孩面前，她从身上掏出5张100元大钞，甩在了自己脚边，俯视着女孩道：“穆家是不可能收留你这贱种的，想要钱我可以给你，这里是500块钱，跪在我脚边，把这些钱捡起来，他们就是你的了。”穆家其他人见状，看向女孩的目光都是冷了下来。白眼狼，你是穆家的罪人，有什么资格回穆家跟我们抢家产？你把穆家害得这么惨，还不肯罢休吗？跪下，把钱捡起来，然后赶紧滚蛋！听到穆家众人的话，穆双眼中的蔑视更浓了几分。小贱人，给我跪下！说完，他忽然抬脚就要踹向女孩的膝盖，然而就在他抬脚的瞬间，啪！一道极其清脆的巴掌声响彻而起，穆双惨叫一声，直接被一巴掌扇飞了出去。瞬间，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穆家众人愣愣地看着女孩，全都像傻了一般。然而很快，身为母亲的唐若兰猛然回神，她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穆双身旁，查看起了穆双的伤势。听到声音，一个个穆家人也是先后回神。打人？你还敢打人？小贱种，你把穆家害得那么惨，还敢打好心施舍你的双小姐？双小姐待你不薄，你怎么能恩将仇报？穆老太太也是被气得浑身颤抖。畜生，你就是个不知好歹的畜生！极度的愤怒之下，她想也不想了，对着身后几个临时请过来维持寿宴秩序的保镖喊道：“来人，把这个在穆家吃里扒外的混账东西给我打死，出了人命我老婆子负责。”然而老太太话音落下，保镖们却是没有半点动静。你们听不懂人话吗？穆家花钱不是用来雇废物的，还不动手，依旧毫无动静。你们聋了吗？我说。然而没等他说完，下一刻，一道年轻却沉稳威严的声音忽然传入了每一个穆家人耳中：“不用喊了，你请来的这些临时保镖都是战部的，他们的职责是保护你，而不是来做你们打手的。”话音落下时，一道笔挺的身影撞入了穆家众人的视线中。看到车上下来的蒋英勤，老太太的身体猛地僵在了原地。蒋穆老太太下意识想喊出蒋统领这个称呼，但极度的震惊之下，她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硬是喊不出那个称呼。她不明白蒋云婷怎么会在车里？这车不是监牢用来送人的吗？穆熙这个废物有什么资格跟蒋云婷共乘一辆车？不过老太太能在穆家掌权这么多年，倒也算个人物。很快，她极力压下了内心的震惊，努力让自己的老脸上挤出一抹笑容。蒋统领，我性子直，刚刚说这丫头的话可能重了些，但我说的话再重也是她亲奶奶，那些话也都是为了她好，您别介意啊。女孩听到老太太的话，忽然笑了，都是为了我好，好一个都是为了我好。既然如此，我也不介意恩将仇报一回。说完，女孩缓缓抬脚，一步一步向老太太走去。随着女孩与老太太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老太太清楚地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袭向自己，那霸道无比的气息压得她
他快喘不过气了。清脆的巴掌声在老太太脸上戛然响起，顿时3颗牙齿从她口中飞了出去。这一巴掌打你财迷心窍，不省血亲性命。老太太直接被这一巴掌打懵了，然而没等她回神，啪又一巴掌抽在她老脸上。这一巴掌打你倚老卖老，枉为人母长辈。啪啪啪，接连9个巴掌狠狠甩在老太太脸上。最后一巴掌落下时，她嘴里的牙齿已经全部被打断，而她的双腿再也支撑不住身体，忽然跌在了地上。小畜生，我是你奶奶，你敢打我？你怎么敢打我？然而饶是被打成这样，老太太依然用那漏风的嘴愤怒地质问着，而周围的穆家人全都被女孩这狠厉的动作吓傻了。谁来告诉他们这是什么情况？他们记得5年前的女孩在老太太面前可是屁都不敢放一个呀，今天竟然敢当众长怪自己的亲奶奶，她疯了吗？嘻嘻，没等女孩再有下一步动作，一道不确定的声音忽然从一旁传了过来。女孩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瘦得如同皮包骨的妇人正眼眶湿润地看着她，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吐出了这个字眼。妈！听到女孩喊出的称呼，她身体忽然颤抖了起来，小心翼翼地迈开脚步，走到女孩身前，脸上已经布满泪痕。嘻嘻，认出妈妈了，终于见到你了。女孩微微一笑，张开双臂拥向母亲。木母感觉到真实的触感，2行清泪再次从眼眶滑落而下。西西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然而木母并未抱女孩多久，就感觉到了一道阴冷的视线死死盯在自己身上。她下意识转头看去，当看到老太太那蛇蝎般的恶毒目光后，她身体控制不住地哆嗦了一下。见人看看你养的好女儿。听到老太太虽然口齿不清，却透着无尽怨毒动。木母呼吸陡然一紧，她连忙拉起了女孩的手，儿子快走，我们快离开这里。在穆家多年，她深知老太太有多可怕，我已经得罪了她，如果不逃跑，我们都会死的。感觉到母亲粗糙宛如砂纸般的手掌，一股浓重的酸涩感自女孩心中奔涌而出，又是来自这身体原主的情绪。女孩淡淡扫了老太太一眼，出声对母亲安抚道：有我在，你不会有事。老太太听到女孩这话，心里忽然有些没底，不过她想到昔日懦弱废物的女孩，想到她今日刚出监牢就来穆家讨饭，当下又有了底气。夏雨柔，既然穆西是你的女儿，那就由你亲自教训她。现在我命令你打断她的腿，否则你和她都将被逐出穆家。木母闻言，呼吸陡然一紧，被逐出穆家。女孩刚出狱，她还是希望女孩能进入学院学习知识，而且就算兼职，女孩那样的案底几乎找不到工作，而她为了照顾小儿子，也没办法出去工作。如果被逐出穆家，他们母子3人恐怕真的要被饿死，而就算不被饿死，以老太太的狠辣性子，也不会让他们活下去。木母想到这里，连忙松开了女孩的手，一脸哀求地看向老太太道：妈，管教不严，都是我的错，你想怎么惩罚我都行，西西的人生才刚开始，求你饶了她吧。说着，木母上前一步就要给老太太跪下，然而没等她的膝盖落地，女孩忽然拦住了她的动作，一向带着几分笑意的眉此时已经彻底冷了下来。这穆家本就没打算让母亲和弟弟继续待下去，现在既然你主动开口，倒是省了一些麻烦，至于打断我的腿。说到这里，女孩缓缓勾起唇角，下一刻她忽然抬手打了响指，咔嚓咔嚓，穆老太太2个膝盖中陡然传出2道断裂的响声，顿时一道凄厉的惨叫声从穆老太太口中传了出来，剧烈的疼痛让穆老太太近乎陷入昏厥。小畜生，你对我做了什么？女孩单单看着她，你不是想断我双腿吗？断谁不是断？蹲在穆双身旁的唐若兰率先回神，连忙对着女孩斥责道：西西，她是你亲奶奶呀，你怎么能这么对她？而此时穆双眼从剧烈的疼痛中缓过来，她紧捂着被女孩抽到的小脸，轻咬嘴唇，一脸的责备道：妹妹，你伤我也就算了，怎么能这么对奶奶？奶奶有时候说话可能重了一些，但那都是为你好嘛，你这么做会让所有对你好的人心寒的。众人听到穆双的话，皆是怒火中烧。西西，我原以为你在监牢待了几年，多少能变好一点，却没想到你反倒变本加厉，连之前跟你最亲近的奶奶都不放过。当年老太太就不该好心的同意官方只判你5年，你这种六亲不认的废物应该执行死刑。当年你得罪江家后，老太太应该直接弄死你，给江老头陪葬，你这种垃圾就不该活在这世上。穆老太太强忍着膝盖传来的阵阵疼痛，听到穆家众人的话，心中怒火顿时翻腾得更厉害。没错，如果不是她当年心软，没直接找人去牢里弄死女孩给江家赔罪，也不会轮到这小畜生此时在我面前兴风作浪。只可惜她不知道这小畜生在监牢内学了什么妖术，竟然一个响指就断了她的双腿。现在她就算再愤怒，也动不了这小畜生。不过下一刻，穆老太太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一般，立刻转头看向了蒋云婷。蒋统领也看到了，这死小子要杀我这亲奶奶，你可要替我做主啊！蒋云婷已经把存在感降低到了这种程度，怎么还是被注意到了？说起做主，穆统领要动的人，他能做什么主？别说做主了，他在夏统领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好吧？然而穆老太太自然不会知道蒋云婷心中的想法，见蒋云婷没说话，她直接把她的反应当成了在思索中的处理。蒋统领，就算不说我是这丫头的亲奶奶，她大庭广众之下打断任何人的腿都得坐牢。不过她对我这奶奶不仁，我老婆子不能对她无义，也不用真判死刑，你把她抓回去，判个无期就行。蒋云婷心想，老天爷呀，直接来到雷劈死她算了，不用死刑，直接给穆统领判个无期。他要真这么干，会被判死刑的不是穆统领，而是他。然而穆家众人并未注意到蒋云婷陡然僵住的神色，他们听到穆老太太的话都是皱了皱眉，一脸的不赞同。老太太，你也太心善了吧，这种祸害万一真判了无期，到时候在里面获得了减刑，出来之后还是要祸害穆家呀。是啊，老太太，她都不拿您当奶奶了，您何必还念着她是您孙女？我看就该判死刑。老太太不用多说什么了，直接让蒋统领判她的死刑吧。穆老太太听到穆家众人神助攻班，心情舒畅之下，感觉腿上的疼痛都缓解了不少。蒋统领，不是我老婆子心狠，实在是这小子已经丧失了人性。既然穆家所有人都同意了，判他一个死刑不过分。蒋云婷听到穆老太太直接决定了女孩的死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老太婆，你自己怎么作死都行，别带上我呀！就在蒋云婷快被穆老太太和穆家众人说到崩溃时，女孩忽然微微转头，笑着看向她道：他们的话你都听到了。穆家众人听到女孩的问话都是微微一震，什么情况？死到临头还敢用这种语气跟蒋统领说话，难不成这废物已经知道自己
己死到临头想挣扎。混账！蒋统领的大名岂是你能随便喊的？蒋统领快命人将他拿下，然后直接当场执行死刑。我们穆家不会有任何人阻拦。然而蒋云婷看都没看穆老太太一眼，她拿出了一副秉公处理的架势，面色严肃，对穆家那些临时雇来的保镖命令道：“把人给我拿下！”穆老太太和穆家众人见蒋云婷终于开口，当即松了口气，随之众人或怜悯或幸灾乐祸的目光落在女孩身上。啧，真可怜，坐了5年牢，熬到出狱这天，就要因为自己的愚蠢再次回去，而这一次不再是5年，而是无期。不过这怪不得别人，要怪只能怪他蠢，怪他不懂得审时度势，怪他得罪了自己得罪不起的穆家。不要，我们走，我们现在就走，求你们不要动小溪。穆母听到蒋云婷的命令，下意识上前一步将女孩挡在了身后，只是因为她在穆家常年吃不饱穿不暖，身体太虚，挡住女孩时，她脑袋忽然一阵眩晕，女孩连忙抬手扶住穆母的胳膊，这才没让她倒下去。女孩立刻将母亲搀扶到了车上，然后语气温和道：“这里的事交给我处理，你先休息一下。”刚得知恶毒奶奶要把自己嫁给八旬老头时，女孩当天就送老头去了西天。5年后，女孩荣耀回归，刚回家就直接一掌把恶毒奶奶抽翻在地。此时，唐若兰一脸谄媚地看向了蒋云婷道：“蒋统领，别因为这小野种坏了心情，您先里面。”唐若兰的话还没说完，蒋云婷惊恐之下，一脚将她踹翻在了地上。就在唐若兰惨叫声落下的瞬间，一道道穆家人充满错愕的惊呼响了起来：“你们要做什么？抓错人了！你们要抓的是穆西那贱人，不是我们！”很快，在战员们的武力镇压下，穆家众人渐渐没了声音。接着，在穆家众人的目光注视下，只见蒋云婷面色郑重的抬脚。很快，她在穆西面前站定，而后抬头挺胸敬礼：“夏统领，穆家所有对您不敬的人，现已全部被控制住，请进行下一步指示。”蒋云婷话音落下的瞬间，周围陡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安静。穆家所有人都是愣愣的看着蒋云婷，脸上溢满了浓郁到了极点的震惊错愕。他们听到了什么？夏统领，蒋统领称呼穆西为夏统领。穆西现在改跟他妈姓夏了，那也就是说，夏统领这称呼是对穆西喊出来的。蒋云婷已经是1星高级统领了，能让他主动敬礼并称呼为统领的人，那至少也需要有2星高级统领的头衔才行。难不成穆西成了2星高级统领？不可能，他们还没听说夏国有过25岁以下的2星高级统领，更何况穆西可是在牢里待了5年，他压根没时间，也不可能忽然成为战部2星高级统领。就在穆家众人脸上溢满了深深的难以置信的同时，穆西微微转头，那带着淡淡笑意的目光落在了穆老太太身上。刚刚是你说要判我死刑，穆西，我不管你用什么邪门歪道迷惑了蒋统领，你都得知道我是你奶奶。现在我以长辈的身份命令你，让蒋统领把我和所有穆家人放。穆西看到老太太状若疯狂的模样，不由冷笑了一声：“命令我？你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命令我？大不敬，死丫头，你这是对长辈大不敬，放古代是要被凌迟处死的。”哈！没等穆老太太说完，她的脸直接被穆西抽歪了过去，同时一道冷厉的声音陡然在她耳边响彻而起：“长辈？谁给你的脸让你敢自称长辈？”穆老太太被抽的脑子一片空白，足足数秒，她的眼睛才渐渐恢复焦距。而此时，她看向穆西的目光已经透出了浓浓的恐惧。她已然明白，现在的穆西已经不是5年前那个任她打骂的废物。她识相的没再惹怒穆西，而是看向了蒋云婷。她努力让自己漏风的嘴吐字更加清晰：“蒋统领，她就是个我穆家从外面捡来的小野种，这小畜生配不上你，我穆家好女孩多的是，你看看其他人啊。”穆双听到老太太的话，连忙抢着对蒋云婷开口道：“蒋统领，我喜欢你，我看到你的那一刻就喜欢上你。我不会跟堂妹争什么，也不需要什么名字，我们在一起后只需要你心里有一点我的位置就好。”蒋云婷彻底懵了，他是谁？他在哪？他都听到了些什么啊？这些人竟然觉得夏统领跟他有某种见不得人的关系。穆双儿还直接当众跟他表白了。不止蒋云婷，那些穆家临时保镖也是一脸的无法言说。穆家这些人的脑补能力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穆西看着穆双，有些好笑道：“蒋统领可看不上你这种货色，你不是觉得这老太婆当初给我安排江家老头子是我的荣幸吗？放心，我会给你安排几个老头，让你多荣幸几回。”说完，他直接转头，冷声对穆家众临时保镖命令道：“把所有穆家人押进云城监牢，按当面侮辱战部高层处理。”是。所有临时保镖齐声应道。慌乱之下，穆老太太脑中忽然灵光一闪，她连忙喊道：“蒋统领，我穆家知道错了，你放过我们，我老婆子愿意献上穆家的传家宝，将之赠予蒋统领。”穆西闻言挑了挑眉，忽然抬手制止了众人的动作。他都还没刻意去找，穆老太太就要把那宝贝送出来，如此倒是省了他不少时间。然而穆家众人听到老太太的话，都是睁大了眼睛，随即其中几人连忙喊道：“老太太，不可，那是穆家立足，根本不能送出去。”穆老太太皱了皱眉：“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云城监牢是个什么地方，我这把老骨头进去了还能活着出来吗？你们这是想害死我！”不等众人再反驳，穆老太太连忙小心地对蒋云婷问道：“蒋统领，可否让我这儿子把那宝贝取来？”蒋云婷闻言立刻对穆西看了过来。穆西看向穆家主，淡淡道：“去吧。”控制着穆家主的临时保镖当即放开了对他的控制。穆家主得到自由，立刻对着穆家祠堂的方向跑了过去。5分钟后，穆家主返回，他的双手正虔诚地托着一个2指长宽的纯白色玉盒。他走到蒋统领面前后站定，眼中尽是不舍。蒋云婷没接话，而是转头看向了穆西。穆西几步走到了穆家主身前，他看了一眼玉盒，直接抬手将之打开了。当那玉盒内的东西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所有战部成员吸气倒吸了一口气，包括蒋云婷在内的每个人呼吸不由自主急促了起来。只见一张水晶质感的红色卡牌正静静躺在玉盒之中，卡牌周围是一道道繁复而古老的纹路，在中央的位置刻着一个繁复的火字。在夏国，除了专注提升身体强度的战者，还有一种凌驾于战者之上，能够通过星牌战斗的强者，名为星辰使者，简称星矢。这些人都是拥有星牌并能够使用星牌进行战斗的人物。整个夏国
星矢数量不超10指之数。相比不淡定的众人，木西看着眼前这让自己不惜从域外战场赶回来寻找的东西，虽然呼吸也是急促了几分，神色间却异常冷静。他不仅是星矢，手中更是拥有金木水土4张星牌，只差眼前这张火属性星牌就能集齐5行星牌，扭转夏国在战场上的被动局势。木西压下心头的波动，直接将玉盒内的星牌拿了起来。就在星牌入手的瞬间，他眉心陡然一紧，下一刻，他的视线落在了星牌右下角那繁复而古老的锁字符文上。木西盯着那锁字看了数秒，轻叹了口气，想集齐5行星牌果然没那么容易。他直接看向穆家众人问道：“这星牌被封印了？穆家先辈有说过怎么解封吗？”“什么封印？”穆家主皱眉问道。木西听到穆家主的问话就知道答案了，他的视线在旁边其他穆家人身上缓缓扫过，饶是无奈他也不得不相信，穆家人压根不知道这星牌被封印了，更别提给出解封的办法。穆老太太不满地看了拿着星牌的木西一眼，不过碍于蒋云亭，并没敢多说什么。他小心翼翼地对蒋云亭道：“蒋统领，这星牌算是我穆家孝敬您的，您能放过我们了吗？”蒋云亭依旧只是看着木西，没敢回话。在穆老太太越发忐忑的目光注视下，木西淡淡开口：“你应该感谢穆家先祖，若不是这东西，穆家所有人都免不了即将到来的牢狱之灾。”说完，他直接对战部众人吩咐道：“穆老太太、唐若兰、穆双侮辱夏国高级统领，按夏国法律处置。穆家其余人禁足，在我没离开云城之前，不要放出来碍眼。”穆老太太和穆家众人听到木西的话，几乎同时傻眼了。按照夏国律法，侮辱战部高级统领等同辱国，那可是牢底坐穿的重罪。至于穆家其他人禁足，偌大的穆氏集团需要正常运转，如果他们被禁足，穆家集团将面临的可能是破产倒闭啊！污蔑！小畜生，你这是污蔑！穆老太太惊怒之下，本就漏风的嘴吐字更加不清晰了。她连忙看向蒋统领哀求道：“蒋统领，我老婆子自始至终何曾对你说过一句重话？”蒋云亭闻言，看向穆老太太的目光中尽是同情和怜悯，而下一刻，他淡淡睨着穆家众人，缓缓开口：“老太太，你应该还不知道，这位刚刚被你赶出家族的存在，正是夏国最年轻的高级统领。”轰！蒋云亭的话宛如一颗炸弹，在众人脑海中轰然炸开，所有人都被炸懵了。他们听到了什么？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假的！这一定是假的！木西淡淡扫了一眼极度震惊的众人，转头看向蒋云亭，神色间看不出喜怒，跟他们废什么话？蒋云亭闻言，心脏狠狠一颤，他立刻对周围战员们大手一挥，赶紧把人带走。是，众战员连忙应了一声。你们！穆老太太和穆家众人看着迅速控制住己方众人的战员们，终于接受了木西真的是位高级统领的事实，无尽的后悔如潮水般涌上了他们的心头。穆家众人后悔到了极点，他们就算不用脑子想，也知道他未来必定是能站在夏国最顶尖的大人物之一。别说以后，就算现在，即便木西只是高级统领中等级最低的1星高级统领，依旧可以让整个穆家瞬间上升几个台阶啊！只可惜他们有眼无珠，不仅没能巴结上木西，让穆家一飞冲天，反而将人得罪了个彻底，即将让穆家堕入地狱。很快，穆老太太看着要抓自己的战员们，脸上那后悔的表情渐渐被恐惧取代。她连忙看向木西，面露哀求道：“小西，奶奶错了，奶奶在这里跟你赔个不是。你念在穆家毕竟养了你这么多年的份上，放过奶奶，放过穆家好不好？”然而木西只是淡淡看着他，那眼神宛如在看一只跳梁小丑。穆老太太见控制自己的战员就要将自己拖走，但木西却没有一丝要阻拦的意思。惊惧之下，面上的哀求顿时化作了极为尖锐的呵斥：“小畜生，我是你亲奶奶，你敢把我送入监牢，那是忤逆不孝，是要遭天打雷劈的。”蒋云亭听到穆老太太的话，脸上不由露出了一抹淡淡的讽刺。要知道，木西虽然年轻，但在战场上的功绩整个夏国无人能及，他可是知道上面有让木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意思。不知是不是老天听到了蒋云亭的想法，叮铃铃，蒋云亭的战部专用手机忽然响了起来。看到手机上的备注，蒋云亭的呼吸顿时急促了起来，他连忙小心翼翼地将之接了起来。听到电话对面传来的声音，他看向木西的目光中敬重和崇拜更浓了几分。那位站在战部最顶尖的大人物，竟然为了木西，已经在帝城飞来云城战部的途中。出于电话对面的叮嘱，蒋云亭放下电话后，稍稍平复了一下心情，这才跟木西打了声招呼，而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了云城战部。而木西则是直接上了车，带着夏母前往了夏海所在的云城医院。木西不知道的是，木双被带到云城监狱的途中，竟然趁看守不备，联系上了江家。半小时后，云城战部，蒋云亭和前来迎接的云城战部高层敬礼之后，那刚从夏国中心的最高会议室赶过来的老者，从战机之上缓步而下。这老人周身散发着一股常年身处高位的独特气势，此人正是夏国战部最顶尖的3位大首领之首龙渊。蒋云亭上前恭敬地开口：“大首领，夏统领和顾氏总裁的事情已经解决了。”龙渊微微颔首，却并没有回去的打算。他叹了口气道：“请了夏统领2次，都没能让他同意成为夏国第4位大首领。本想他这次来参加最高会议，让高层们劝劝他，却没想到出了顾氏集团这档子事。这次我再去请他一回，他要是还拒绝我这老脸怕是要没脸见人了。”蒋云亭，他原本还有一丁点担心穆老太太口中的江家可能给木西带来一点麻烦，但是现在他忽然感觉自己真是彻彻底底的想多了。他看向龙渊的脸上露出了满满的难以言说：“所有战部成员梦寐以求的大首领位置，您送了2次没送出去，又跑来送第3次了。那个位置老大不要，您给我啊！不用您送这么多次，您只要跟我说一声，我早就自己屁颠屁颠跑到您那里接任。”
想要的不给，不想要的硬往人家内塞，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听说云城的顾家要在明天下午5点跟下统领约战，准备一些人下午跟我一起过去看看。蒋云婷，人家明明说的是送赔礼，好吧，只要不傻都知道所谓的送赔礼就是跟木西约战，但是大首领连在一个云城小家族面前给木西撑场子这种事情都能做出来，这是多想让他们公主坐上那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位置。他忽然想起刚当穆老太太拿那江家3星高级统领威胁木西的事，不知穆老太太得知龙渊大首领3次邀请木西成为大首领，会不会绝望的想一头撞死？另外，如果他记得不错，顾实业的父亲1星高级统领顾丰年昨天请假回家了吧？若是明天顾丰年非要插上一脚，蒋云婷没敢深想下去，只是在心中为他默哀了3秒。与此同时，木西和夏母到了云城医院，刚下车，木西就接到了来自地勤的电话：老大，你刚刚让我查的东西已经查到了，夏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一张被解开封印的星牌，那一张星牌的解封地点在夏国首都帝城，不过因为时间比较久远，加上或许涉及到了一些绝密信息，具体解封地点还需要进一步确认。木西闻言眸光微敛，尽快查到具体解封位置。好的，对了，老大，查解封星牌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一些您之前让我查的那个男人的踪迹。听到这话，木西的心跳微不可察的快了几分，同时他握着手机的骨节泛出了淡淡的白。他重生后之所以一直留在域外战场，游走于各国之间，就是为了找到那个男人。只是整整5年，他没有得到那男人半点音讯。想到前世那个俊美如天神，杀伐果决如帝王，但在他面前却愿意脸尽锋芒的男人，那个为了能让他多爱他一点，明明嘴上傲娇的说着不喜欢他，却为了他去偷学怎么撒娇招他喜欢的男人，那个明明恨不得无时无刻粘在他身边，却担心惹他厌烦，总会主动给他留出私人空间的男人。想到无数个重生前跟他家大宝贝相处的点滴，木西那原本平静无波的眸中，竟是渐渐染上了丝丝宠溺的味道。他轻吸了口气，神色比面对星牌时更加认真。查到了什么？